我无法形容我现在这个景色，我感觉我现在就是真实的荒野大镖客。今天不要叫我 Lawrence， 叫我阿 Sir。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麋鹿假期。哇！那各位知道，在领证以后，我们决定不办婚礼，而是把钱花在旅行上。所以今年一年，我们都在不断的出发，继续着我们为期1年的假期的这种 road trip。而整个旅行也已经接近了尾声。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美国西部，有种荒野大镖客在路上奇遇的感觉。然后我们出发前去买了这个帽子。对，这次我们要做攻略，就是因为它预期管理做得特别的好，所以我这一次旅行我真的很快乐。I got a plan, John. You always got a plan, Dutch. This is a good one. Your journey, your path will be just fine. I'm worried my path is coming to an end, Mr. Swanson. I'm afrai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fraid of, Mr. Morgan. Big score down here, Arthur, and we disappear. We are almost heading home. Where is home? Arthur!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and be a goddamn man. We will find him, we will bring him back to you, and we will kill any fool that had the temerity to touch one hair on that boy's head. You have my word. I know that you will face your destiny like a man, like a warrior. 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美国西部，就是著名的西海岸，对我玩的就是西海岸。看我今天穿的就很酷，一点都不膝盖烂。你穿的像个牛仔，但你说有西海岸，这不搭。所以这一块全新的地图呢，我们就用之前大家熟悉的方式——电子手账来复盘这一次的西部旅行故事。这一次我们的计划是从旧金山出发，沿着最著名的1号公路一路向南，到达洛杉矶以后再向西，最终的目的地是阿甘结束奔跑的地方，也是末路狂花的取景地——纪念碑谷。好 ，Part 1出发。1号公路就之前我老听人说啊，陆哥也说过，说1号公路是美国最美的公路，对不对？之一，很严谨。这是一条蜿蜒在太平洋海岸的梦幻之路，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则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而它的每一个转角都像是展开了一幅你想象不到的画卷，其实是非常适合公路旅行的。其实1号公路除了看景以外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可玩的，所以我就带米老师去做了一个我们之前一直想去但没有去的地方，就是观鲸。蒙特雷三面环海，在不同的季节可以看到的鲸鱼的种类也不一样。那我们去的时候正好是可以看到座头鲸和蓝鲸的季节，它大概是每年的4月到12月。那天气好的话，你还能看到鲸鱼浮出海面呼吸，还有可能看到它们喷出的彩虹。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看鲸鱼啦！当时那个船它开出去大概10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就是我觉得有点晕眩，我有点犯恶心。然后我就说不行，这怎么办？我就问陆哥，我说我们还有多久？他说还有3个小时。雨现在下的有点离谱。Seems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eems I've often heard this kind of talk before. 这个tour还不到1/4。我觉得我拍到的最好玩的一个画面是什么？就是米老师一直在一个黄金位置吐。宝宝，你这个位置是黄金位置。哦。不好意思，但是真的很好笑。我有点晕。吐的时候，我就在那，我不行了，我好难受，我就扒那看那个海底下，我就就在我抬眼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鲸鱼的脑袋从海面唰
出来。是他要进去了，你得一直蹲着，我跟你说。啊，那边。当时那一整船的人，一半在看到鲸鱼以后，哇哇，另一半都米老师就在那儿哇。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下雨，所以其实，在卡梅尔小镇跟17英里，我们都没有拍到什么好看的画面，所以没关系，我们继续上路。从这段旅程开始，接下来去的地方都是我也没有去过的，所以我们下一站就是人烟稀少的沙漠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其实是阳光明媚，刚到处下雨了，特别诡异。我咋觉得这云在这跟着我们的？带你们见识下雨的沙漠。那谁的歌来着？我见过沙漠里下暴雨。沙漠下暴雨。我们开了2个多小时，终于到了。Hey, we're checking here. We're loving it. We don't see rain very often.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Yeah, this is like very rare. So. 这是一个房车营地，给你们拖一下。这是今天我们的酒店了，竟然是房卡。哎，有电，太好了，这儿有电。今天有厕所，有厕所，完美有淋浴间。这是一个很高级的这个房车啊，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多少钱？旅行结婚绝对不问多少钱。然后这是我们可以吃饭的地方，但是全湿了。柴火今天应该升不起来，不知道，晚上试试吧。5 minutes later。哎，开不开？门卡呢？啊，在里边。我不去，你自己去吧。练英文的时候到了。又不用怪我。你去？我不去。我也不去，就在这待着吧。你把我们锁进去的。快去，吵架去了。我真 Sorry, my wife leaves the key.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It's yeah, sorry about that. No worries. 回到5分钟以前。好，这是我们的房间外，这是我们房间外，好。OK， 这是我们的房间，哇靠！好吧，大家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这是刚刚把卡那个落在屋子里的大傻子。我真是个傻子。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房间已经是接下来几天我们行程里边最好的了。然后后边几天，大家看到我们在那个哪儿没网没电的那种 Cube 呀什么的，就是全都是这种酒店。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庆幸没有住那2个马车。还有我们在佩奇小镇住了一个酒店，虽然很大，很舒服，但是我在里边看到了那个笑话，就是说2个人语言不通，就是想告诉房东 ，Do you watch Tom and Jerry？ Jerry is here 。这个民宿有老鼠。我聪明吗？昨天他先在那儿，然后他逃到了那儿，所以我为了不让他出来，这个橙汁虽然够漆了，但可丁可卯的。这个橙汁我从洛杉矶飞到这儿，就是为了堵这个老鼠洞。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牛仔版本的我们2个了。虽然现在虽然是个牛仔，在酒吧只喝牛奶，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唱啊？老板先擦亮眼睛，要到面前请你，顺便喂喂我那只小毛驴。哇哈！是哪个？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只要点个3年就可以了。我们开到这个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里边的时候，才发现那里边超级大。
就每个景点之间都要有1个小时甚至2个小时的一个车程。我们从洛杉矶过到这儿才2个小时，当时让我们觉得完了，今天估计什么都拍不到了。去约书亚国家公园的路上，能看到两边都是巨大的那种莫哈维沙漠，近处是所谓的 Joshua Tree。那据说这种树因为这个枝芽是向上生长的，就像是圣经里边的约书亚向上帝祈祷，才因此得名。然后我们就往里开了半个小时左右，真的是乌云惨过，而且一直在下雨，乌云密布的，挺屌的，这天。咱们不会往乌云里扎了吧？有这个可能性。我们突然开着，坏消息是下雨了，好消息是，看有彩虹哎！哇，越来越明显了！哇，停！这必停。哇，太美了！这边出了太阳，可以看到那边有双彩虹，而且能看到那边的云彩，那边就还在下雨。这边有彩虹，我们的身后，天哪！当时我们看到那个彩虹的时候，我就问米老师说，我们现在是就把车停在边上拍彩虹，还是继续往里开，去到那个所谓的景点？我反正就是毫不犹豫的说，我说就在这儿停下来。所以你们看到我们拍摄的地方，它不是任何的一个有名的景点，它就是公园的一个路边一个角落。觉得这个经历挺有趣的，而且回去以后的路上，我们还买了干的柴火，因为那个营地里边的柴火都湿掉了，是本来没有办法生篝火的，所以我们买到了干的柴火，第二天早上也把篝火生了起来，拍了几张照片。所以我个人觉得约书亚树整个的体验还是很不错的。下一张呢，就是我个人觉得我的主场。然后这一次我们又骑了马，上一次骑马还是在挪威，那一次在挪威骑马，路哥是被冷哭了，但这一次虽然还是很热，但是路哥还是很爽，他真的看到了荒野大镖客里的景色，而且是骑着马，那个兴奋，那个期待，那个憧憬，因为他终于可以当他想要当的牛仔。我们到了这个骑马的地儿，哇，我看到他骑马了，还有牛牛，哎，牛牛跑起来了，牛牛赶牛呢。挪威骑马你能感觉出来，就北欧人的严谨，就是你在骑马前他会给你戴各种各样的安全帽，然后让你签各种协议。然后我们在这个佩奇小镇的，就是亚利桑那州这个原住民保护地，他们是原住民开的，他们真的有一个巨大的马场。然后到了那儿以后，不仅没有人给我们看什么安全须知，让我们签任何东西，甚至他们自己在赶那个牛，那个牛就在我们身边跑来跑去，那牛不会超过来，我害怕。牛。上车吗？等了一段时间，然后他们终于把牛赶进那个圈圈里面之后，然后应该叫印第安人吧？理论上说，其实他们自己不愿意自己被称为印第安人。你可以说他们是纳瓦赫族人，你也可以说他们是美国原住民。那个老板就牵了2个马就过来了，什么都没有说，直接跟我们说，就是意思说上吧。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就觉得你会骑这个马。What is his name? I'm not sure. I'm not sure. OK. 今天不要叫我 Lawrence， 也不要叫我小鹿，叫我阿 Sir。什么玩意儿？荒野大镖客的主角亚瑟。我跟你说那个红控的阿 Sir。我无法形容我现在这个景色，我感觉我现在就是真实的荒野大镖客。Have I been a terrible fool, Arthur?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enough about it. But one thing I do know. There ain't no shame in looking for a better world. I missed you, Arthur. Many miles we walk, the many things we learn. Thank you, Arthur.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Thank you. I understand. 我眼泪要下来了。还在后悔掉车尾呢。罗老师，挪威骑马和这个骑马，这太帅了，这个满分。我在挪威为什么要骑马？就是在幻想今天的样子。
横跨了3个州，行驶了1000多里的这个公路旅行，终于到了我们的最后一站，就是我们的终点——纪念碑谷。那你能看到这片科罗拉多的高原上几乎没有任何农业发展的这种潜力。对的。你能看到地表在断裂，你能看到隆起一些红色的这种平顶山，然后这些平顶山经过了数百万年的风化和雨水的清洗以后，就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这种砂岩。这些砂岩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地方纪念碑谷。其实纪念碑谷在纳瓦霍语里边是岩石峡谷的意思，所在区域呢是纳瓦霍族的保留地，他们其实几近要灭绝。其实我们在这个纪念碑谷的原住民区域里边也能看到很多当地的印第安人，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老奶奶在做手工的这种捕梦网。那其实，在印第安人的传说中，只有好梦才能通过洞口顺着羽毛流下来，那噩梦就会被挡在这个洞口中，也算是我觉得大家对于它美好的期待吧。我觉得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在后面会充电抽奖里边抽给大家，好吧？那纪念碑谷的景色其实也会跟随着太阳的光线变化而不断的变化。阿甘和他的这些追随者们，在纪念碑谷这条路上停下了脚步。我们这场旅程也在这里，在一个日出后停下了脚步。阿甘他其实也跑进了美国的政治，跑过了越南战争，在每一个小故事里串联着历史和他的命运。那故事其实是因为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小人物而饱满。那《荒野大镖客》其实也是这样。我其实，在通关以后玩第2遍的时候，我会更愿意花时间去做一些支线任务。这些支线任务你会了解每一个除了阿 Sir 跟他的帮派兄弟以外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其实玩黑悟空，你会看到他有自己的影神图嘛？每个影神图，如果你细细的读下来，你会发现每一个小人物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他的所有的所作所为都有他自己的动机。你能看到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他，在驱使着他去做出这样的选择。那我觉得也正是这些小人物的故事，在写出不同时代的底色。好了。所以最后喜欢我们这次手账的朋友可以私信领取，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期节目，记得给我们点赞投币，记得给我们一个3连，这会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大家能看出来制作这期视频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